哈喽，大家好，现在是2025年12月中旬，圣诞节的氛围已经很浓了，但我们这些在纽西兰努力生活的人，心里可能还在纠结一件事，钱包。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一个东西很贵的时候，我们盼命想让它便宜下来，当它真的便宜下来了，我们却开始焦虑，总觉得它还会再跌一点。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纽西兰 OCR 官方现金利率的心态。当初利息高的时候，我们晚上睡不住觉，现在 OCR 降到 2.25% 这么低了，我们反而更纠结了。我是不是应该再等等？会不会错过那个最低点？这种想赢到最后一分钱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在金融市场里最大的心理陷阱。今天我们就要来拆解这个陷阱，我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我的看法，为什么我觉得这场降息的赌局可能已经结束了。更重要的是，在降息周期结束后，我们如何从焦虑等待的心理转变到锁定收益的赚钱思维。如果你也正在为房贷要不要锁定，钱该放哪里而焦虑，那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完，因为我会分享我身边朋友血淋淋的教训，以及我个人是怎么操作的。来，我们直接面对这个残酷的真相。现在 OCR 已经降到 2.25% 了，大家是不是心里还在想，再降个 0.25%、0.5% 多好啊？这就是人性的贪婪。我一个好朋友，叫他阿丽吧，他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去年房贷到期时，那时候利率刚开始往下跌，他赌性特别大，觉得肯定还会大降，所以把很大一部分贷款都做了浮动，他每个月都付利息，就是为了等一个最低点。结果大家也知道了，这最后的 0.25% 或 0.5% 迟迟没来，他这大半年多付的浮动利息，算下来早就超过他现在锁定低利率能省下的钱了。这就像我们在菜市场为了几毛钱跟老板杀价，结果花费了几个小时的排队时间。我的结论是，别再为那极低的降息几率赌上你全年的利息了，因为央行已经释放了收工的信号，而且市场上的批发利率已经开始悄悄反弹，银行进货的成本贵了，你觉得它还能给你更便宜的价格吗？我们来看看2026年的走势分析。目前主流的银行像 ANZ、Westpac， 他们的预测几乎都指向一个结论，2026年上半年 OCR 将会长期停留在 2.25% 或 2.0% 附近，哪怕真的有最后一次降息，也只会是微幅的 0.25%， 发生在第一季度之后就会持平。更值得警惕的是，市场预期在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初，利率反而是有可能回升的。为什么？因为纽西兰的经济正在逐渐消化高通膨，一旦国内需求回稳，央行为了预防通膨卷土重来，是会毫不犹豫的启动升息周期的。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持续的降息，而是见底后准备持平和反弹的一个复杂局面。既然房贷这块的甜头我们吃完了，我们的钱该怎么办？这才是真正的赚钱机会。以前大家都在赌利率会跌，钱都放在短期定存或活期账户里，怕锁住了就错过降息。但现在情况反过来了，钱要从赌流动性转向锁定收益了，这怎么帮你赚钱呢？举个例子，第一，看定存，以前你只敢存3个月，现在既然知道利率已经见底，未来只会持平或上升，你就可以大胆的把不急用的钱锁定在12个月或18个月的定期存款里，锁定相对高的回报，你不需要每天盯着新闻，就能稳稳赚这笔钱，这是最简单的被动收入。打个比方，如果你有5万纽币的闲置资金，锁定18个月，你现在拿到的利率可能比你明年再等半年才锁定要高出 0.3%， 虽然看起来不多，但这笔多出来的收益差不多能抵掉你一家人周末去吃一顿大餐的费用。第二，看固定收益产品，对于想多赚一点的朋友，纽西兰有一些优质公司债券基金，他们现在的回报率可能比银行定存更好。过去2年这些产品价格都很低，现在利率稳定下来，这些产品的吸引力就会增加，这就是一种逆向思维的赚钱方式。当大家还在看房贷时，你已经在看更高收益、更稳定的固定回报了。举个真实的案例，我另一个朋友小张，他就把房贷 offset 账户里多余的资金转投到了一个收益率稳定的电力公司债券基金。他算了算，虽然不能像炒股票那样一夜暴富，但每年比存银行多出接近 1.5% 的净收益，几年下来，这笔钱就足够给孩子交1年的私立学校学费了，这才是真正的理财高手。所以我的最终策略很简单，就是锁定风险和锁定收益。房贷上我会采取分拆锁定，一部分锁定2年买个保险，一部分锁定1年保留一点弹性，
特别是2年期，就是为了防御2026年下半年可能出现的升息预期，这样我能睡得着觉。在投资上，我会把闲钱投向锁定收益的产品，赚取稳定的被动收入，因为我们在纽西兰努力工作，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而不是被利率的数字牵着鼻子走。好了，说了这么多，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你现在是准备继续赌浮动，还是跟我一样准备锁定未来的稳定收益和风险呢？把你的想法和策略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让你茅塞顿开，或者给你提供了一点新的思路，请一定要帮我点赞、分享和留言，让更多人抓住这个转变期，我们一起在纽西兰赚稳稳的钱。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